为什么我国的人民币上面会印刷藏文呢？中国一共有300多种语言，西藏既有语言也有文字，所以藏文也算是璀璨的文化瑰宝。之所以把藏文印刷到人民币上，主要是藏文可以代表中国文化，以及祖国对西藏的关心一直都没有断过。作为藏族，一定要守护好藏语文化，推广全球，也要好好学习普通话，因为我们要到处学习，走遍全国各地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！Hello， 听见公开3个中文影像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到西藏来玩耍，学习藏语有必要吗？如果大家想走遍西藏的每个角落，深入农村到牧区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学习几句藏语。很多朋友都说我视频开头的那句藏语很好听，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对藏文感兴趣，我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想从基础开始给大家教几句简单的藏语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多多支持。西藏的藏语和汉语、英语一样，都是一些拼音或者字母组成的。藏语叫普音字母，一共有30个字母，4个声调。学习普通话和英语都是从基础开始，那么学习藏语也要从基础开始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讲讲藏文的30个辅音字母，我还专门带了写藏文的本子还有笔，待会儿呢写给大家看看。教学时间前方高能且枯燥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读一遍这30个辅音字母，分为7组半，每一组呢是4个字母，分别是嘎、卡、卡、啊、架、恰、恰、呀、大、踏、塔、那、爸、帕、爬、嘛、扎、擦、杂、哇、下、撒、啊、呀、ra、啦、下、撒、哈、啊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4个声调。接下来请听音乐。Kakanga c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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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ya 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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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pa pa ma ma la z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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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 ja za ya ra la sha sa ha Nice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把这30个辅音字母写到本子上面，屏幕前的你也跟着我一起学一下，写到本子上面，然后发到评论区里，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怎么样。不过我写的字并没有那么好看，还请大家见谅哦。宇宙心中变化时空，生命的律动，信念的一抹感动。嘎、卡、卡、啊、架、恰、恰、呀、大、踏、塔、那、爸、帕、爬、嘛、扎、擦、杂、哇、下、撒、啊、呀、ra、啦、下、撒、哈、啊。下面写的是我们藏文的4个声调，然后把这4个声调加在30个字母最后的这个字母上面。阿 q 不 e， 阿小就 u， 阿正不 e， 阿那如 o。藏文也有多种写法，我这是其中一种。中国一共有300多种语言，西藏既有语言也有文字，所以藏文也算是璀璨的文化瑰宝，传承1000年下来，藏族人是非常自豪的。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张我国50元的人民币，上面有8种文字，其中就有我们的藏文，上面写的是中区民邦语康国人就。为什么我国的人民币上面会印刷藏文呢？其实除了藏文，还有蒙文、维文、壮文，这4种文字代表的是我国的4个自治区、4个少数民族。中国一共有30种文字左右，但是由于人民币大小有限，所以不可能全部都印上去。
之所以把藏文印刷到人民币上，主要是藏文可以代表中国文化，以及祖国对西藏的关心一直都没有断过。截至2021年，我国一共发行了5套人民币，从1955年开始发布的第2套人民币就印刷了藏文。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，由于藏族、维族、蒙古族、壮族的人比较多，就是4个我国自治区比较有代表性，所以把4个地方文字印刷到人民币上是比较正常的。我国虽然有很多省组成，但是祖国从来都是均衡发展，不会让任何一个地方落后。西藏由于地理原因发展受到限制，但是祖国依然投入人力和财力，帮助到西藏进行发展，把比较有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到纸币上，寓意团结一心。中国有一句俗话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从1949年开始，我们的祖国从百废待兴到现在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就是因为各民族团结发展，让中国越来越强。作为藏族儿女，一定会为祖国守护好边疆土地。另外，这个50元人民币背后印刷的是布达拉宫，欢迎大家到西藏来看看，体验日光城拉萨的魅力，感受布达拉宫的波澜壮阔。如果大家对学习藏语比较感兴趣的话，未来我会多出一些视频，大家到西藏来玩耍，有必要学习一些藏语的。因为西藏的年轻人都会说普通话，但是有的老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乡村牧区，是不会说普通话的，所以到西藏来玩，深入乡村牧区也是比较有意义的，可以对当地的了解更深刻一些。要了解一个地方，不能光听别人说，一个地方真正的内涵藏在更深的地方。学会了藏语，来和西藏的老人聊聊天，认识一个更真实的西藏，和藏族年轻人交朋友，消除对西藏的误解，真正爱上西藏。大美西藏，欢迎您！最后，长按点赞进行强烈推荐，点个关注不迷路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西藏的工资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，每年的休假时长也让人羡慕。如果说要找一份工作，西藏的福利待遇一定是数1数2的。Hello， 连接公干3个中民，亲爱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庄妈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刚送走了一个小长假，又迎来了一个小长假。要说在西藏工作有什么好，就是假期多。那有朋友很好奇，为什么又要放假了呢？当然是因为西藏马上又要过年了。3月2号开始，全西藏都会放7天的假，来迎接我们的藏历新年的到来。藏历新年顾名思义就是藏日历的除夕以及正月初一。藏历起源于我国北宋年间，和农历、阳历不同，有自己的计算方法。藏历春节是藏族人从古的时候就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，相比较于农历春节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过的节日。关于藏历新年的一些具体的习俗和知识，过几天卓玛会给大家展示，帮助到大家更了解西藏的文化。今天要讲的就是西藏工作方面的一些干货。全国假期最多的省份和自治区，西藏绝对算是名列前茅的。如果大家到西藏来工作，究竟好在哪里呢？今天就从几个方面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。第一呢，就是工资很高，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，除了南极和北极，这里被称为第3极。第3极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西藏的生活环境就像是南极和北极。青藏高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地方，被称为世界屋脊。这里的紫外线强烈，所以就有了高原红。这里到处都是高峰，让铁路、航空建设的难度成为了世界之最。这里有一大片的无人区，我们说是地广人稀。这里虽然距离各位朋友的家乡很远，但是现在什么都有了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林芝，这里是整个西藏平均海拔最低的地方，当然了，也是平均工资最低的地方。西藏的收入水平被称为3个类区，类区不是以城市来划分的，而是以海拔高度来区别。从2类区开始，一直到4类区，根据这个数字的大小，其实就能明白了。2类区代表的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地方，也就是4000米以下。3类地区代表的是海拔4000到4500米之间的地方。4类区则代表了4500米以上的地方。类区越高，环境越艰苦，工资水平也就高了。林芝基本上全部都属于2类区，所以是西藏收入最低的一个地方。
西藏一共有6个地级市，1个地区。拉萨有一大半属于2类区，其余属于3类区。日喀则有很多县城都是3类区，而昌都、山南和拉萨差不多，4类区都在纳曲和阿里。这2个地方没有2类区，海拔最低的都是3类区。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西藏环境最好的城市一定是林芝，最方便的城市则是拉萨和日喀则。以西藏公务员、企业事业单位为例，3个类区的工资差别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。西藏很多人的首选就业目标就是公务员。以2类区林芝来看，刚入职的基础工资在6000元左右，那么纳曲和阿里就能拿到8000元左右。这样的工资水平，各位朋友觉得怎么样呢？那么第2呢，就是假期特别的多。西藏除了我国法定的节假日之外，还有很多的其他节日，藏历新年就是其中的之一，从1月到12月，还有更多的节假日。西藏其实有很多假期，每个地方都有所不同，比如拉萨每年也要放雪顿节，而西藏其余的城市每年都会有一些旅游节，比如日喀则珠峰旅游节、山南雅龙节、昌都茶马文化节等等。这些西藏本地的节日，每个都是3天到7天的小长假。就拿林芝来说，其实要过3次年，除了藏历新年和春节之外，还有公布新年。每年的公布新年都会放假的，有时候是7天，有时候是4天。除此之外，针对怀孕的姐姐们也有很好的假期福利。如果是西藏的公务员、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，并且是西藏本地户籍的，每胎可以享受长达1年的产假，而丈夫的肥产假也有30天。而且在休假期间，夫妻2人工资待遇都不变。如果假期时间太无聊，回来上班还会有多余的补贴。当然了，西藏的户籍取得并不像北上广深那么困难，在西藏的单位工作，那么不用买房也可以申请西藏的户籍，成为西藏户籍后，孩子可以参加西藏的高考。除了产假外，普通的年假也有，只要在西藏单位工作满1年，无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，都可以享受1个月到2个月的年假，并且有6000到15000的包干费，就是回家探亲假、疗养费等等。因为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，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不容易，所以福利待遇很好。当然了，并非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到西藏来工作。上面提到的福利待遇都是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工作，作为普通的打工人，在西藏的收入依然是很高的。比如工地的工人在林芝也能拿到400元到500元之间1天，而服务行业服务员在林芝能拿到4000元左右，厨师能拿到8000元左右。而接下来基本都是各行各业的销售，根据提成也能拿到上万到几万元不等。西藏的行业并不多，基本都是这些。而外地户籍的朋友如何进入西藏的事业单位工作呢？比如医生这样的刚需职业，西藏需要这样的人才。除此之外，通过聘用也可以进入单位工作。林芝聘用的待遇工资4500到5000元左右，年假则为1个月左右。最后一个是针对刚毕业的大学生，通过西部志愿者计划到西藏，工作时间最长为3年，在2年内就可以考西藏的公务员，而且回去后还可以考研加分。最后我想告诉大家，西藏虽然消费水平比较贵，但是大部分工作都是包吃包住的，在这里节省一些，每年都能攒不少钱。而西藏的娱乐休闲和成都这样的城市差不多，基本都有。其实像计算机这样的人才不适合到西藏，因为这里没有大厂。上面提到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3类区来制定的标准。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年都会到西藏，为这里的发展付出一份力，你们真的辛苦了。